我可怜的婆婆温迪啊，发了一周高烧，因为追星。她喜欢一个男歌手叫肖恩蒙德，好像是98年的。在加拿大的严寒之下，穿小短裙，光排队排了4个小时。最有意思的是，我婆婆是和她二姨一起去的，二姨名叫简女士，维持is 77。这简女士人严重糖尿病啊，一激动更升糖。我婆婆还得看演唱会期间暂停看她的 idol， 给她打小针降糖。给我婆婆整的也挺不耐烦的 ，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都没你的甜。我婆婆还喜欢谁呢？喜欢 Rain。在温哥华组团追，怕我不知道他喜欢的是谁，跟我说我喜欢韩国的雨。我说我喜欢东北的雪。他说雨就是 rain。我说啊，他呀，那个人在哪儿都叫 rain， 我们也管他叫 rain， 没人管他叫雨。然后我就很难想象这事我妈能干出来，我就在琢磨，面对衰老，东方和西方最大的差别是啥？中国老人的观念是，老人就该有个老人的样子。比如我妈哈，过了55岁，就是小短头发，带点卷儿，猛踩广场嗨曲的点儿，纱巾上总印着 fashion 的字儿啊，红袜子踩着小人的脸，对不？就这些宏观上显老的因素，她都不在乎。但如果你敢问，哎，你啥时候脸上有褶子？她问你啥时候你准备要孩子？所以咱们的妈妈在拍抖音的时候啊，全用那个特效滤镜把脸上褶子给晕刷屏，就粉嫩粉嫩的老阿姨。那究竟是什么东西透露了青春已凋谢？是那 BGM 里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，花花的世界。我婆婆呢全是反的，你看马上60了，永远披肩长发到后丘，4季性感小热裤，追星追最年轻的哥哥，游乐场坐最过山的车，口红涂的比芭比都粉，夜店跳舞比小姑娘还能，就是不管脸。所以我妈和我婆婆面对衰老哈，有这种复杂的对立而统一的关系，有时候她俩还能打破中西文化的壁垒，互相支招呢。先是我婆婆给我妈支的招，她跟我妈说，你要想变年轻得美黑。这个褶子啊，它实际上是一个沟壑。为啥你能看出来它是褶子呢？是因为这个沟壑它在皮肤上出现了阴影。那如果你整个皮肤在黑夜里，何来阴影？一黑就该褶子，一黑就该褶子。我妈说你这是属于掩耳盗铃式衰老。你看我们亚洲人看着就不老，2个招：居家电波法和哈哈大笑法，就哈哈哈哈。咱先说居家电波法有用，这点我跟我妈是一致的。我脸上刚开始有褶子，我就买了雅萌他家 ACE 3代的射频仪。但是吧，我这个下颌线啊，都不是说不清晰的问题，我属于就下巴和脖子连一起了，八脖一体了，属于八脖奔来奔波霸的。所以我又整了一个升级版的 ACE 5代射频仪，它新增这个 Power 档，就可以针对额头、眼周、脸颊、下颌线4个不同部位定制输出能量，跟1、2万次的热那啥都是一样的分区操作，而且它是一次性吧输出3重能量，表皮层用红光，真皮层用射频，肌肉层用微电流，整个就是一个3D 式的抗老修护。每天6到10分钟，眼角的小纹是淡了，你瞅瞅。现在他在俺家属于共享光波，电波法吧，我婆婆还行，大笑法真给她害惨了。有一次我婆婆跟我女儿视频，就看我妈在视频的背景这样。温迪就问我女儿，你家地板漏电了，你姥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我妈跟温迪说，这招特别有用，最好会110个老太太跟你一起笑，背朝大树，就用你们英文词就是 laugh and enough， 秧歌10年都 not enough。我婆婆就开始有点信了嘛，没找着老太太，找她俩闺女跟她一起练。我只能说，公公，我对不起你。哎，我今天跟你们唠唠这个外国赘婿和我家长辈真实的相处模式吧。咱先说他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不会捧臭脚，不会拍马屁。比如我爸毛笔字写得好，老在家里练字儿。我大胖媳妇看不懂，不但不夸，还老在旁边捣乱。我爸从右往左写的国泰民安，他从左往右看的安我爸写了个知足常乐，他拿个字典查了一下啥意思。我也可以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爸写了个上下5000年，我也可以。这还不算啥，前几天我爸突然想看香山红叶，我们一家几口人就去爬香山去了。到了香山，那个晒呀，给雪人都快晒化了。然后大胖媳妇就越爬越疑惑，就问我爸说：“爸，咱到底来看啥来了？”我爸说：“你看这满山的是啥呀？”我老公说：“人呢？你来领我看人来了。”我爸说：“咱们一直在看的是枫叶呀，你们加拿大也有枫叶。”我老公说：“我们加拿大也没有啥别的叶啊。”我爸说：“那你看过枫叶是红的吗？”我老公说：“那你看过我们的国旗吗？我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看枫叶，还不如看人呢，看人呢。”我爸这时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，我老公还补刀：“哎爸，你那什么，你当年不是铁岭高考的地理状元吗？你们铁岭高考只考铁岭地理呀？”我说这事我教过你啊，当时在铁岭的时候，我妈写了个7言绝句，你当时说你不会夸，听不懂，记不住，我教的你。拍马屁，拍马屁，领导写诗不用记，他到韵脚你提气，夸完格局夸立意嘛，你不当时学会了吗？他说那是拍马屁，现在是属于拍霸屁，理论上不是一个拍法。我说是老人就得拍，遇到长辈拍一拍。他说那这个词儿设计的就有问题，也不是拍马屁，也不是拍霸屁，
这种虚伪的社交方式应该叫拍老皮，拍老皮。但是我爸就要继续爬，我老公说：“哎呀妈，太晒了，你去让老丈人回家。再说你不怕晒黑吗？明天连涂带抹好老贵，暴晒一天整7岁。”我说我不怕呀，我有克莱因维 C 精华。你们看我上次出去玩回来晒啥样了？评论区全过来说我展示黄种人能有多黄。但是我不生气，我接完脸连整了2支，肤色就回来了。7天连用3支，因为没有涂脖子，现在脸和脖子不一个色儿。它就是确实是不便宜，不过呢贵也有贵的道理，也确实没有平替有它这个成分。它是法国制药大厂出身，就药都能做，护肤品就是轻松拿捏，所以很难做到的浓度它也做到了，而且它是独立次抛，每次用的时候都是新鲜的。前面说的都是缺点。咱说他呢也是关心老人，他有他的方式哄老人开心，但就是他的方式呢有点费老人。我姥81了，被我老公偷偷约出去4次吃冰激凌。我爷也81，这2年老了稍微有点忧郁。我老公去铁岭狗市给我爷买了一条袖珍萨摩，想勾引他没事出去遛狗晒晒太阳。但是这只花了450买的袖珍萨摩呢，它是个假货，承诺的是袖珍萨摩可装袋，结果半年长到了1.2米。我爷根本拽不住这狗，经常被这狗拉趴里。现在就是袖珍萨摩遛我爷，我爷出门穿钉鞋。所以说81是道坎儿，是有讲究的。然后前几天又轮到我爸了，我老公要和几个外国朋友去露营，非要带我爸。我爸说我60了，折腾不动了。我老公说老丈人你得要点强啊，老丈人60折腾不动。我爷79那年换了3个女朋友，葬礼上前女友来一车，组团来的。你60只能是中年人，我现在属于青春期。然后就非让我爸去嘛，我爸以为露营是个多高端的事儿呢，最后就去了。结果到了地方没有饭吃，自己生活，钻木取暖，露天厕所。晚上我们一群人在寒风中套着军大衣，瑟瑟发抖，等着面前还没有烤熟的土豆子。我爸就问他咱干啥来了？我老公说吃苦啊，你以前吃过吗？我爸说也没吃过别的呀。你领我来吃苦，就好比我领你去看枫叶。枫叶那玩意儿，你小时候天天看，苦这玩意儿我小时候天天吃。我过了19年这样的苦日子，读书给我改变的命运，现在因为你这个独子，又都改回来了。我要疯了！这外国人和我们旅游的文化差异太大了，旅个游给我折腾完了。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桂林，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美景的原址漓江。上船开始，这导游吧，每隔一会儿就会拿个大喇叭跟我们说：“大家请注意，右手边叫大象吸水，左手边叫骏马回眸。”又过一会儿说：“咱们现在右前方就是中外闻名的望夫石。”他们呢听不懂，就极度好奇，就一直问我导游说啥。我说导游说问你这个石头它像一个什么？温迪说它像一个石头。我说你看啊，这个石头站着望向远方，因为她的丈夫没回家。温迪说那等他干啥呀？还站着等？他不回来应该也是在外头喝酒呢。我要是这石头，我早把门反锁了。这石头应该叫再见爱人。反正你跟他们说啥像啥，他们都理解不了。这外国人吧，他看山就是山，看水就是水，他们的景区就是纯景，不附加任何故事和意境。咱们呢正相反，咱从小就背古诗，就得背意境。你写作文要是不用象征拟人排比句，真影响你中考高考得分率啊。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的脑回路是直的，可以说只有脑路没有回。前几天我爸跟温迪讲这个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似银河落9天，我爸是这么翻译的。Water 哗哗哗哗哗 like stars 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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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。温迪说哦，我的上帝呀，星星都干碎了。李白这是一部灾难片吗？他们虽然不理解易经文化，但是呢还贼好奇，就一直问你问题。我不回答就问我爸，我爸解释了1天每个石头像啥。温迪最后说，你要是硬逼我说，我最多能承认它像块姜。晚上10点回民宿，还拉着我爸要去天台游泳，游到半夜还得我出来喊，所有人现在都回屋刷牙睡觉去。我以前是2孩子的妈，温迪他们仨一来，我觉得我是6个孩子的妈，而且我发现老大温迪最不好带，给我爸整的体力不支，第2天说自己身体抱恙。我去他屋一看，老头啥事没有，喝啤酒呢，就是不想出去被折磨了。我说爸，你休想让我承担这一切，我跟你一样，我可没有他们的体格子。所以最近我在尝试这个奥家宝金萃鱼油，1粒就有1.28克的欧米伽3，超浓缩含量高，还添加了维生素 E， 每天1粒，10项全能守护，很方便，给我这种又得工作又得带孩子，身兼数职下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打造。后来大胖媳妇来广西找我们了，我跟她说，我说我爸还有导游就费尽心思跟他们解释这些石头像啥，你妈和你妹妹们完全不懂。大胖媳妇就找他妈谈话去了，说你们这样吧有点折人家面子，你们配合一下，人家说像啥你们就先说像，完事再自己琢磨。这下好，第2天温迪他们跟我们去溶洞，又是一个凭想象力的地方。温迪他们谨遵教诲，一直在捧场，他们带着一个导游耳机，能说英文，告诉他们哪个石头像啥，他们就一直夸。哦，对呀，好像啊。耳机说面前的石头是个笋，温迪就是啊，多损啊。但是吧，他们那个耳机有点问题，它慢半拍是错位的。耳机说面前的是一个孔雀，温迪说，哎呀，真的好像孔雀呀，太生动了。其实他们面前的呢是金猴回首，孔雀还没到呢。我说温迪啊，捧场捧得好，但是捧早了，这个是金猴回首 ，Monkey look back。温迪说啊，等丈夫猴呢，我懂，旺夫猴。